男女朋友是吧？对，我一直是这么认为。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我们平常就是联系的比较密切，然后晚上睡觉之前他都会给我发短信说晚安亲爱的。包括有一次我们在湘江夜游的时候，当时就是看完烟花坐在江边吹风，我看到好多情侣就是依偎在一起，觉得挺浪漫的，我就主动靠在他身上，然后当时就也搂了我，然后亲了我。你说湘江那一次让我觉得气氛挺融洽的，我也再说那个时候你主动靠过来，我也不好意思把你推开，是吧？那你亲我算什么呀？你既然是把我当朋友，那你不觉得你这行为也太过了吗？所以我当然就会误会啊，我就一直以为你就是很喜欢我啊。好。从什么时候你觉得好像你们这个交往关系出问题了？就是在我们交往半年多的时候，他当时也失踪了一次的。去哪儿了？搬到他前女友那里去了。他们就是复合了3个月，因为那3个月我也是就是找不到他人，也联系不到他。那时候我前女友突然出现，我也很意外，我也很惊讶，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再说当时我们认识也没多久，那个时候，这是在湘江拥吻之前还是在之后？之前，那是第一次失踪。第一次失踪。对，后来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说对不起，他前女友来找他了，他也不忍心，他就是还是放不下他前女友。所以说才跟他复合了，是的确相处了3个月的。但是呢，后来他还是觉得跟他前女友处不来了嘛，他就找我，他想让我出面告诉他前女友我才是他的女朋友，就想要摆脱他。我当时就想我帮他出面了，他就会一心一意的对我好了，就不会再跟他前女友有什么关系了。但是他的前女友后来就3番5次的威胁我，经常就是夜晚给我打电话，他也不讲话，就是很诡异的。他前女友威胁你什么？发短信，他说如果你不离开他的话，我就找人打断你的腿。还挺厉害。后来我就说，如果你再威胁我的话，我就报警嘛。他就纠缠了他1个多月后，也就放弃了。放弃，然后你们俩就在一起了。当时他好开心的，他还请我吃了一顿大餐，当时还亲了额头嘛，就是谢谢嘛。我就以为我们俩就是他就一直把我当女朋友了嘛。又再接着就是后来湘江啊，再说逛街，就是我们关系就更近了。3个月前，他突然又失踪了。后来他又给我发短信说我是他的好闺蜜，说他找到女朋友了。我肯定心里面绝对接受不了啊！这到底算什么呀？我还一心一意的对他好。那3个月你干嘛去了？就是我试着和另一个女孩相处了。前女友还是新女孩？新的。真的吗？又谈了个女朋友，谈了2个月，他觉得不合适就现在又过来找我。那不叫谈好吗？我就是那个时候。就当时我跟他关系也没定嘛，我也不知道我跟他的感情是否能够继续走下去。然后当时有另一个女孩出现，然后我也很莫名其妙的就跟着他相处了2个月。当时后来我觉得那2个月我越跟他相处，就觉得他对我越好，然后我就明白了。他就是这样子，就是有别的女孩出现，觉得没有我好才会想到我的好，才会觉得我对他也很重要就是这样子。你见过他父母吗，姑娘？我见过，就是有一次他让我去他家里，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见父母，我以为是他要我隆重介绍给他父母，我当时还买了好多补品去给他妈妈，结果他在他父母面前说我是他同事。我那一次只是让你帮我送个东西，我哪知道你会买这么多东西？再说谈恋爱是2个人的事情，你干嘛要把父母扯进来？那为什么你父母问你我是谁的时候，你还是说我是你同事呢？我就不能是你女朋友？我这不是怕他插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他第1次失踪还是第2次失踪？第2次失踪之前。我们2个人的时候，他就让我觉得我们2个在谈恋爱，但是一遇到朋友啊、父母啊，我就对他就很失望。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挽着胳膊走，很开心，还在那里聊天。后来他大老远看到他朋友过来了，他就马上把我的胳膊给甩开了。朋友过来就是问他，哎，这是谁啊？就他说，哎，这就是我一好朋友。你说我怎么想？是啊，那个时候你也跟我关系没确定，我不能够总不能在朋友面前给你乱介绍啊。哥们儿，我问问你，怎么叫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你给我界定一下。就是他也没说出来，我也没说出来，然后我们都属于那种不是在你的心里，怎么就叫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了？我就觉得要有一次正式的表白啊。他送给过你礼物吗？送玫瑰花。你送给他礼物过吗？我送给他情侣手表，他也很开心的就收下了，也带着。我当时收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是情侣表啊。他算什么？你先跟我们界定清楚。现在我觉得她是我女朋友。什么时候你觉得她不是你的女朋友？在1个月前吧。1个月前我可能是我对感情定义不怎么
明确啊。那你好像第2次失踪的时候是已经在湘江拥吻过了是吧？那个时候还不算女朋友是吧？所以说我就觉得我是他的备胎呀，他一有别的女孩出现，他就不会理我了。那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犯这错误呢，姑娘？因为我很喜欢他，就是我不是你喜欢他什么呀？我没弄清楚。我没有说，他之前也对我挺好的，就包括晚上下班挺晚的，他都会跑老远的去接我。然后有时候工作压力大的话，他都会带我出去啊。就是还有也是有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这个暖男好像也不一定好啊。只是说他伤害了我2次嘛，所以我现在就一时也有点接受不了，就想看让他给我个说法。我弄明白了，其实他还是有大把希望，你还是蛮喜欢他的是吧？好了，我挺矛盾的。不用回答了。哎，你跟你前女友了断清楚了吗？现在已经没联系了。我今天来鼓起勇气断了之后，我就是想得到她的原谅。我现在已经明白了，了解了。我现在真的我不能没有她。好，麻烦你再把头抬起来，看着这位女生，你告诉我们，站在你对面的这位女生是谁？我喜欢的人，我愿意付出的人。什么人？闺蜜？女朋友？啊？女朋友？大声点。女朋友？这是你女朋友哈？你承认了哈？姑娘，站在你对面的这个男生，我们怎么称呼他呢？可以说我曾经把他当做男朋友，但是现在我还在就是考虑，因为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次失踪。明白了。好了，老师们，看看大家怎么帮助这对年轻人一起进入丘比特温泉。小伙子，你看你讲失踪就失踪，你把人家的爱情之火点燃了，你却突然失踪了。现在呢，他又稍稍的平静下来了，冷却下来了，你又回来了，又来点火了。一会儿让他心醉，一会儿让他心碎。小伙子，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玩弄感情。今天赵传老师问你，你也大声说了是女朋友，但你前面分明说过是闺蜜。一个男人连女朋友还是闺蜜都搞不清楚，你是一个对爱情极不严肃的、极不负责的男人。我就特别想问一下这个男嘉宾，你现在说她是你的女朋友了，你知道你作为她的男朋友，你需要履行的责任是什么吗？照顾她，关心她，答应她的就给她办到。还有吗？你忽略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专一。男女朋友之间不可以再有其他的暧昧，这是最主要的。但是我觉得你好像一直是属于那种跟各种各样的人在处理着各种各样的关系，1个、2个、3个、4个，可能还有很多你都不知道。所以可能你今天你是个备胎，可能他有好几个备胎，真的说不准。你看他啊，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我刚才大概听了一下，大多数女生都主动跟他往他身上扑，所以他是一个不拒绝也不主动也不负责的人。你看他好像每次还很委屈，然后别人呢可能对他主动一点，关系走近了一点，他就对另外一个备胎说啊，我有女朋友了，再见。然后今天呢，你可能跟他好一点，他有可能跟之前那个女生就说啊，我有女朋友了，再见。所以他现在是一个连自己他的爱情观都没有形成的一个男孩子。所以他的这种不负责任，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想明白这个爱情这事儿，他不懂爱情之间是要有责任的。我今天并不相信你在这边说的什么你是我的女朋友我会对你好，我根本不相信，是因为你真的做不到。你对闺蜜的定义啊，是跟常人是不一样的。闺蜜你除了倾诉以外，你还可以亲，还能说亲爱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你周围有多少这样的闺蜜存在。但是两位老师已经说你太多了哈，我也不做过多的那个评价你了。但是关键是女孩为什么每次她都回来找你，这是你的问题。也可能她周围有好几个你这样的去找的人都直接就对她拒绝了。而且你看啊，她消失这几次绝对是不应该是没有任何迹象，之间一定有一段感情发酵期的。这会儿你为什么没有察觉？说实话，我那个时候挺相信他的，就是在他没有失踪的时候，我没有去怀疑过那么多，而且我也一般都是很顺从的。对，表面是你相信他，其实你过于相信你自己了。
你觉得自己付出的所有一定会有回报的，一定他是一个感恩、会感动，并且能够同样对你的人。但是不好意思，你恰恰遇到了一个人，表面其实他是好像是挺无害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就是这样，他特别容易让女孩丧失警惕。所以你要警醒的是自己，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这个人居然这么一直管你叫闺蜜，然后遇到朋友说你是他朋友，跟父母说你是同事，这你还能忍？这是原则性的问题。你要没有原则，不好意思，那只能让没有原则人利用你。张老师很善良，健康长寿，我拜托你离开吧。